如果这条河在中国，那就是一条最普通不过的水沟而已，因为中国漂亮的大江大河太多了。但这里如何成为京都最重要的一个景点？在我拍摄了好几个中国的古都以后，我决定将京都作为日本最重要的一站。就因为京都作为日本的都城长达1000多年，它的历史地位在日本是独一无二的。即便中国如此多的朝代，也没有哪座城市作为都城能有如此长时间且保存完好。一来，日本无论遭遇怎样的战乱，文化的统一性可能都和中国的改朝换代带来的那种摧枯拉朽不能相提并论；二来，日本作为单一的民族的纯粹性，显然和中国的多民族大一统完全不一样。这些你都能从京都这个从表面上看起来和我们很像，又骨子里和我们如此不同的城市感觉得到。所以来京都，你就会发现这里就如同镜子的另一面，你可以看到自己，你也可以看到我们如此不同。平安京也就是京都的由来，几乎就是完全模仿了隋唐都城的规制来建造的。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知道当时唐帝国对藩位的影响有多大了。采用棋盘状的条坊制，南北贯穿的朱雀大路是中轴线。当然，你不用了解这些，走在京都的任何一个街道上，你都能感受到这种带有唐构风格的建筑。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来京都的人都会来这个知恩院。这座寺庙始建于平安时代承安5年，净土宗的开山祖师法然上人在此地建造安舍，广传净土教义。知恩院的建筑以宏大雄伟著称，同时融合了精湛的建筑技术和独特的佛教寓意，包括日本现存最大的木造双层山门、玉隐堂，日本最大的木造佛殿之一，还有日本最大的梵钟之一。我来这里的感受就是大，真的非常大。但如此宏大规格的木构寺庙，中国实属难找。说实话，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这里逛的心情是非常复杂的，一定和其他国家的人的体验完全不同。因为这些东西中国都曾经有过，在不断的战乱中都消失殆尽了。虽然日本人发展出了自己的风格，但这就是中国文化留下的种子在这里结的果。光脚走在这里的木质廊道的感觉更为独特，那种瞬间穿回古时的情绪马上就上来了。我唯一奇怪的就是这些看起来将一种传统保持如同1000年的建筑里，为什么就没有各种奇形怪状的出片狂魔呢？这里是不允许，还是日本女孩没有那么爱拍照呢？这其中有什么原因令我疑惑？当然还有巨大的山门也让人唏嘘，本来在我们辽阔的土地上应该也有这样规制的建筑，但现在呢都变得略显小气了。让我们回到京都的话题，然后呢，随着京都首都的位置不断旁落，古都的地位反倒被提高了。日本人现在对美国毕恭毕敬，有很大一部分原因也和当年美国人的飞机对京都和奈良手下留情有关系，不然现在的京都也就和咱们的西安差不多了，只能去土里找宝贝了。所以京都就变成了这个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保存的如此多古迹的地方。我其实来之前也没有什么概念，但当你打开京都的地图一看，可能平均1-2公里的距离就有好几处古迹，
多到你用10几天或者几周都不可能完全走一遍的数量。显然，这已经是我第3次来京都了，也还有非常多的地方没有去。我想你大概能理解，当时美国人真的要是把这里炸了，的确有可能会招来日本数代的仇恨，就像我们现在对待日本的态度也是类似吧。京都随处可见的中国文化不只是存在于那些建筑里，我无意地走进了这个国立的京都博物馆，这是我第1次来。非常遗憾的是，这个巴洛克风格的明治古都馆内部正在维护，我只能在外面拍拍这个看起来非常欧式的建筑。但在这里的平成之星馆里正在展示宋元佛画展，可惜日本人对这种展览一向是不让人拍摄的，非常严格，几乎每一个厅里都有一个人在监督里面有没有人拍照。不过真的能看出来，日本人对宋朝真的是推崇备至。这里面我还看到了宋徽宗的真迹，因为被隔了不远不近的一层玻璃，里面还有人真的拿着一个望远镜，毕恭毕敬的在认真的观看作品的笔触。而且这里面的佛像展示真的非常认真。我最近逛了非常多的国内的博物馆，在空间展示和布光上能有这样的水平的博物馆，的确是少之又少。可惜不让拍摄，不然我会在里面拍摄非常多的画面回来。这个话题我们一会儿聊平等院凤凰堂的时候再细聊。然后我走出这个平成之星馆，带着刚才看完绝对珍贵的中国宋元艺术品的心境，再看看眼前的这片又有点欧式的秋景，感触非常独特。我想这种乱七八糟无法描述的情绪，可能这也只有在日本能够感受得到。有人说京都是日本的故乡，但如果你仔细凝视这座城市，你就会发现它更像是一个存在现代世界的时间胶囊。这个2年版的街道，如果时间往回退到明治年代，这里的街景也不会有太多变化。从这里你可以看出京都对于古迹的保护有多执着了，而这种执着存在于京都的任何一个寺庙、街道，甚至民宅。我的体验就是他们的历史从来没有被异族的铁蹄给摧毁过，而带来的这种执着。当然这种执着也会带来某种玩民不灵，这就是日本人性格的另一面，就不在这个视频讨论。而这种执着也让京都成为了世界大量游客每年趋之若鹜的城市。在这座仅有827平方公里的城市里，竟然密集分布着17处世界文化遗产，超过1600座佛教寺院，以及400多座神社。这种密度在世界范围内都堪称罕见。但真正让人感到震惊的，不是这些数字本身，而是维持这些数字京都人所付出的近乎疯狂的努力。以前我们只知道清水寺悬空而建，未用一钉一铁，但你可能不知道，为了这壮丽的景象，京都人正在进行一场长达半个世纪的接力赛。著名的平成大修工程，仅仅是修缮本堂的屋顶就耗时整整3年，耗资超过40亿元。这不是普通的翻新，而是复原。工匠们必须使用名为绘皮器的古老技艺，将长度为75厘米的桧木树皮一层层像鳞片一样铺设。整个屋顶需要几十万枚树皮，总重量接近40吨，而这种树皮屋顶的寿命只有30到40年。这意味着现在的修缮刚刚结束，下一代的工匠就已经开始为30年后的下一次大修培育树龄了。这种以100年为单位的维护计划，在京都只是常态。这次我没进33间堂，因为之前来京都的时候我已经去过了，而且他们不允许在寺内拍摄，我就放一些别人的视频来解说吧。我还能记得第一次进入这个寺庙给我的震撼，那时候我对佛教完全没有概念，也没有兴趣，但进入到这33间堂，
看着这些800年前留存到现在、造型各异的精致的佛像所带来的压迫感，让我一时间是语塞的。那种震撼，多年后我都没有办法忘记。这里供奉着1001尊千手观音立像，每一尊的表情都各不相同。木头本该腐朽，金箔本该剥落，但在京都，保护这些佛像是一名精密科学。寺庙内部严格控制湿度和光照，每一尊佛像都会定期被请出，由顶级的佛师进行微米级别的清洁和加固。为了防止地震，建筑的地基采用了特殊的柔性结构。这1001尊佛像，至今仍能金光璀璨地站在你面前，背后是无数个日夜的恒温恒湿监控。当你行走在2条城的2只丸御殿，脚下会发出吱吱的鸟鸣声，这就是著名的黎明地板。这种400年前为了防止刺客而设计的机关，至今仍能发出清脆的声响。为了维护这种声音，工匠必须定期地钻入地板下方，调整那些锈蚀的铁钉与木板的摩擦角度。他们保护的不仅仅是地板，而是400年前德川幕府的那份警觉。而在八坂神社维护的则是祭典的灵魂，延续了1150多年的纸鸢祭，哪怕是在战乱年代也极少中断。为了保护巡游用的巨大杉木，京都人建立一套完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体系，用结绳的打法到挂毯的修复，每一个细节都有专门的家族世代守护。正因为这种令人震惊、不计成本、近乎偏执的维护，我们看到今天的京都成为了一座早已不再年轻，却永远不会老去的城市。今天的早餐啊，就在这个环境下吃的，简直了！我们住的这个门口一条小河、小溪，然后人家还设计了一个可以坐的小卡位，就坐着看小溪。这边有小桥，哎呀，就是太厉害了！说实话，这个小溪很一般，甚至我们国家哪儿都有，但是能这么设计的非常少。这是我住的酒店门口的一条小溪，这可能是我这个频道第一次专门拿一个篇幅来聊一条小溪吧。因为这里并不是什么知名的景点，也算不上京都最好的地段，就真的只是鸭川附近一条小溪而已。我也不觉得这里的景色花了多大的功夫，或者花了多少钱，但仅仅就是这个小溪，让我在京都的这几天可以坐在这里看着小桥、流水、落叶，吃一顿非常惬意的早餐，也可以晚上坐在这里喝一瓶啤酒，让一天疲惫的情绪在这里可以得到缓解。你们懂吗？我每次坐在这儿，看着旁边不断来这里拍照的外国游客，就能理解京都人到底是怎么理解生活的。生活给你什么，你就享受什么，而如何享受，在我看来也是一种能力。京都这个地方本身并不拥有那种大江大河、名山的地方，但所有人来这里，就是因为这里被京都人用一种极其执拗的态度保护了起来。在这里，我要单独拿宇治的平等院来聊一下，因为虽然我买了门票转了一圈平等院凤凰堂后略带失望，不过我的确发现了日本人真的很会包装自己。你们看啊，就是这个，就这一个建筑，一堆人来这边，就坐好远的车来宇治，就看这个。然后呢，700日元买了票呢，还要再花钱进去，就是你看这些都排着队。哎呀，太会赚钱了！国内咱们好好学学。
我今天放弃了，这是我去过最坑的景点之一了。这个平等院能逛的内容其实并不多，一个凤凰堂加一个规模不大的展览馆凤翔馆。要进这个凤凰堂还要单独收费，速度快的话，你其实不用30分钟就能逛完。但这个离京都还有点距离的景点，却成为了非常热门的旅游胜地。你们看这个凤凰堂，如果放在中国，这种建筑可以说只要稍微有点历史的城市都是不缺的。甚至我觉得中国有非常多的宝贵建筑文物都要比这个好看，而且日本人执着地将这个凤凰堂修缮后刷上了新的朱红色，让这个建筑更有了一种风味古城的味道。但这一滩池水和旁边精心维护的植物，让其观感上了好几个档次，加上京都人给这个建筑叠加的历史意义，你们看，我几乎就是排着队在这里游览。这里面的凤翔馆有一些珍藏的文物，但同样不让拍摄，我只能放一些图片。说实话，这里面的佛像并不是相比中国的有多珍贵，而是其中有几尊佛像，他们用了各种手段，将一种极其细致的光线打在佛像的脸上，让我这个逛遍了中国大小博物馆的人都感到了震惊。我本想在网上找几张图片来解说，但居然一张也没有找到，可见他们对文物的态度是如何的严谨。甚至我到了外面这个纪念品的销售商店，他们也是不允许拍摄的，我只能偷偷的拍了一点点，大家看看就好。我说了这么多，你们就能看出日本人对待自己古迹或者文物的一个态度了，这和我们有天壤之别。中国现在的博物馆比起旧时，肯定不能说不重视，但在我看来，还远远没有达到一种如视珍宝的感觉。有些文物不只是文物，它们的历史价值和商业价值是要对等的，不然怎么做到世世代代的珍藏和维护呢？不过我觉得这可能是日本人几百年来修得的一个技术了。我们在50年前还在全国上下搞运动，砸这个破那个，现在国家强大了，真的需要在各个方面进步，包括对待文物的态度上。而比起这个凤凰堂，宇治边上的这些景色更让人惬意。这时候我想，中国到底有多少这样的地方？只要真的能精心维护，一样不比这些地方差。这个宇治的小车站也着实让人赞叹，这么小的一个车站，京都人也没有随随便便去设计。这时候我其实才恍然大悟，京都人甚至说日本人对这种形式感几乎就是深入骨髓的。即使我在路边随便找到一个餐厅吃一碗面，他们都会认真地摆放一下所有的食材，让你觉得要很认真地对待这一顿饭。但其实你说这个面有多好吃吧，我也只能说还行吧。所以透过现象看本质，这其实和凤凰堂是一个道理，把这种形式感拉满，很多时候会让你忽略一个产品的本质。这不是贬义词，这恰恰是我们很多地方文旅应该认真学习的一点。鸭川是贯穿京都市中心的一级河流，全长约为23至31公里，被誉为京都的象征之一。鸭川自古以来就是京都最重要的资源，为这座千年古都的发展提供了基础。在平安京时期，鸭川被视为都城的东边的界限，但我想很多人知道这个地方，可能都离不开那个长不大的侦探。我来过京都2次了，原来一直没觉得鸭川是个什么了不得的地方。直到这次，鸭川的好终于被我略知一二了。在清晨，我遇到了一群白鹭在河面捕食，
我好像还没有在哪儿见过这么多白鹭聚在一起觅食。难道鱼儿们只有在早上才出现吗？这里居然还有野生的卡皮巴拉在游泳，这生态让动物们也觉得舒适。你们对京都的自然环境可见一斑了。秋日的鸭川的两岸可以说就是个大公园，感觉要是没有了鸭川，京都人都不知道去哪儿可以晒太阳。哎呀，在这个鸭川边上吃便当，这感受太棒了！你看看这是11月的京都，哎呀，舒服的不得了，应该是一年之中最好的季节了。这便当也很舒服，哎呀，这环境。全是来晒太阳的，老年人玩球，哎呦嘿！而我戴着耳机，傍晚走在京都的街道时，耳朵里突然传来嘈杂的声音。一开始我还以为哪里在施工，这抬头一看，上千只麻雀待在树上，不知道在叽叽喳喳些什么。这可是京都的市中心啊，京都就是个动物园吧？要说在京都待着，哪里都好，环境很好，吃的很好，但也有让我感觉奇异的地方，就是京都这个地方，莫名其妙的让我觉得阴气很重，这种感觉特别奇怪。我本身并不迷信，妥妥的无神论者，全中国去了那么多地方，甚至在大阪我也没有这种感觉，但是京都的一些地方的确能莫名的让我的心情一下就沉了下去。在我逛完东福寺后面的济宗院后，跑到后山上，发现了一堆坟冢，这里面已经没有一个游客了。然后这明明是在白天，我却看不见了阳光，突然就感到了一阵凉气，言语估计也说不出来什么感觉，就是那种需要让我赶紧离开这里的冲动。岛和大社我还是第一次去，主要是因为之前每一次都想着人多就无力前往。这里最令人惊叹的景观肯定是那些叠叠层层仿佛没有尽头的朱红色鸟居隧道，而这次来那个千本鸟居总是要拍一下的吧。人多自然是避免不了的，毕竟这里几乎就是京都最重要的景点之一。在这里，我又是几乎排队一样的往前行，但这里已经到处都是这个神社的守护者。前段时间我一直在玩这个寂静岭 F， 游戏里也到处都是这个狐狸。然后来这个道和大社就变成了最具游戏代入感的场景。这会儿还是下午，其实还没什么。到了晚上，我已经爬到了半山腰上，就完全变成了这样的画风。这时候我又遇到了和之前一样的感觉，就是被各种阴气包围，甚至更严重。我其实不太肯定这和游戏有关，因为这时候我已经觉得浑身不舒服了。你们看这个画风，不得不说那个游戏做的还是真好。或许这是我个人的问题吧，不过我的确不太建议大家晚上来，阴森森的。关于日本的这种感觉，我们放到最后再聊。好了，我们走出京都的阴暗面，
我想我们终于回到了深秋来京都的本来目的，当然就是看枫叶了。京都的红叶当然是随处可见。为什么京都有这么多红叶？其实从奈良时代开始，历代的贵族、武将、僧侣兴建寺院、神社、别墅，都极其重视庭院景观。许多寺庙如永观堂，自古就以红叶闻名，数百年来不断的维护、补种枫叶，形成了规模宏大的红叶林。所以枫叶也是京都古迹的一部分。你来京都根本不用专门去找，几乎稍微大一点的寺庙都有枫叶可以看。这个智菊院我只是路过，没有专程要来，然后就被这里的红叶吸引进来了。在去东福寺的桥上看红叶还要排队。我11月来的这些枫叶都还没有红透，这时候已经人很多了。可想要是到了12月，可能这里就只能看人了。其实不只是枫叶，这时候我知道为什么京都人这么高傲了。这里真的是一座被精心呵护的城市。我在京都寓所逛了一大圈，日本的园林自然是免不了要看的。我来说一下作为一个摄影师的感受。你们看我拍的画面，只要稍微懂一点焦段和构图，日本的园林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特别出片，因为他们的园林的主要功能就是观赏，这和中国明清的园林非常不一样。中国园林的功能，我个人觉得主要是参与其中，想在中国的园林出片，更需要一个摄影师有敏锐的眼睛。但有一点，日本和中国的园林一样，都需要在人少的时候才能享受其境界，但这种知名的景点显然也不现实。所有人都是冲着媒体平台漂亮的画面而来的，但现场就是另外回事了。我也只能尽量拍点能拍到的景色，这里面人多了，让我想快速逃离。但在这个京都寓所外的御苑里，只是看看这里的参天大树，就足以让人驻足停留很长时间。我把蓝山放到最后一篇来说吧，因为这是我在京都玩的最嗨的一天了。其实蓝山的竹林和天龙寺的红叶也不能说不好看，但人多的真的挺让人不想久留的。你们真的不要相信那些视频，来了都是失望。你们看我拍的，都是找到了各种刁钻的角度才能看到的画面。真实的情况就是这样，全是人。真红啊！我操，这红的都。嵯峨蓝山的小火车我们也没有约上，我和我的这个哥们儿就直接坐车到了宝金峡，开启了奇妙的山间探索。这里完全没有人，只要没有人，任何地方都能变成风景。在宝金峡的行程，现在回想起来，就好像走了一遍现实版的《千与千寻》。我们穿过了一个长长的隧道，然后就进入了另一个世界。时刻表。这个无人值守的小车站，说实话，要不是和哥们儿一起来，这里的气氛就会显得非常诡异，貌似就是一个特别好的恐怖片拍摄场地。不过我来这里完全是因为要找一个厕所。哎，我是真的服了日本人了，就是都在这种荒郊野岭了，一个厕所修的巨小无比，就是那我可能刚刚进去，这要是欧美人来了，那还不如直接在户外解决得了。就是他们的性格就是这种精致憋屈，真的没办法。不过这个景儿真的有一说一了，作为一个小车站，非常的好看。这条山路漫长曲折，你几乎看不到任何游客。不过这样的行程反倒让京都对我而言产生了一种特有的经历。过不去了，妈的！给他撬了。我们都走了1个多小时，如果没有在这条路上遇到这样一群来徒步的人，我还真以为我们走到了异世界。
这时候我们走进了一个峡谷的溪流中间，这里已经快照不到阳光了，但景色愈发的奇异。这棵树貌似完全不属于这里，异世界的感受就愈发明显。我完全没有想到要在宝金峡走了快6公里，在我们快要走出这里的时候，进入了一片森林，这里见不到一个人，也几乎照不进任何光线。特别诡异的是，这里连一声鸟叫我们都听不见。我又在京都感受到了多次的阴郁感。这时候我们只想加速离开。当我们从这片林子走出来，终于看到人的时候，那种紧张感一下子就从身上泄了出去。现在想起来，我大概明白日本人为什么这么擅长拍恐怖电影了。这种氛围，我真的在国内的树林里从来没有感觉过。最后呢，我说一件有意思的事，就是我们在京都的锦市场的17家吃饭的时候，我的哥们儿把筷子掉到了我的座椅下面，因为这个座椅比较高，我和他说重新拿一根，等吃完再捡起来吧。然后过了3分钟还是多久，我已经记不得了。反正我们已经开始吃了一会儿了。对面有一个日本人开始冲我说日语，看起来有点着急。经过了旁边2个人的日语转英文，英文转中文，我们才明白他说要让我们把筷子捡起来。3分钟啊，多么漫长的3分钟啊！他一定经历了很多内心的斗争，才鼓起了勇气表达出被他强烈压抑的怒火。我们连忙道歉，把筷子捡了起来。我不知道日本的其他城市会不会遇到这样的事儿，但是这时候我深刻地感觉到了京都人那种强烈的固守传统和维护传统的情绪。好了，我感觉这又是一个超长的视频了，该到我对京都做一个我自己的总结的时候。京都这个城市不算大，但古迹真的太多了，我还有很多地方没有拍，什么金阁寺啊、银阁寺、东寺，什么长纪光院、琉璃光院，那都很难约得到，还有什么南禅寺等等吧。真的要把京都都拍一遍，不在这里住个1年半载，估计办不到。京都现在就是一个世界上最著名的旅游目的地之一了。不要说旅游体验，即便是生活体验，在日本也是数1数2的。有非常多的中国人来过这里，你们都明白我在说什么。上一集做大阪节目的时候，很多人不理解一个聊中国城市的频道为什么要拍日本城市。我在这里做一个官方解释，本质上就是希望我们有些护照被没收了的，还没有开过眼看过世界的人，能好好看看我的频道，因为我希望这能成为你们了解世界的一个小窗。有些人去网上和日本人拉仇恨，或者不断的渲染他们失去的30年，这都没有问题，而且这都是事实。但日本人的的确确有我们失去过的，也有我们未曾拥有的。聊到这儿，评论区一定会有人准备在键盘前撸袖子了。没事儿，尽管畅所欲言。我做这个频道的初衷就是要表达我的观点，我也支持任何人开频道去表达自己的观点。关于京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但以上所有的内容都是我的真实感受，我无心去为京都宣传，京都当然也不需要我去宣传，我只是拍到了我看到的和我感受到的，但我有心去让我们自己的国家变得更好。京都人对京都自带傲气的这种热爱，还有京都人对于文化的重视，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的。那些不需要的，我们当然大可以也不要，比如说日本人的守旧和顽固，比如日本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感，甚至藏在山林中的阴森气息，这些我们比他们要好很多。这就是我为什么会跑到国外来做中国城市观察，因为在唐朝、宋朝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极具包容的民族，虽然经历了数百年的战乱、封闭、开放再封闭，但我一直相信中国一定还能再次迎来那个极具包容的时代，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所以京都到底好不好，看我的节目的人心里自然有属于自己的一杆秤。世界并非好即坏，我只是有一个期盼，用包容的心态去看待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才是一个民族文明的标志。看京都这些保存1000年的历史，让我感觉最深的一点就是，中国是一个苦难深重的国家。
任何一个朝代的更替都会换来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人的沉重灾难，文化也会随之遭受同样的灾难。如果你熟读历史，就会发现，从来没有哪一个民族遭受过和中国人一样规模的苦难历史。而我们当前最需要的就是能够维持更为长久的和平和发展，这样中国人才不会一直在生存边缘挣扎，而无力去保护这些宝贵的文化。这大概就是我拍摄京都的目的吧。好了，最后还是以京都美丽的风景来结束这期视频吧。谢谢大家，我是博尔飞。